2024年4月26号，法国前反恐部门资深情报人士尼古拉·辛奎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法国方面已经在用办理特殊退役手续的方式，秘密派遣法国士兵支援乌克兰军队，抵御俄罗斯军队在乌东地区的攻势。北约国家的老兵直接以个人身份协助乌克兰作战，会对俄乌战局带来怎样影响？今天大兵来和各位一起聊一聊。其实，北约士兵出现在俄乌战场上的传闻，从2022年2月起就一直在流传了。尼古拉斯在透露消息时也指出，法国秘密送往乌克兰的军事人员很可能已经在俄乌战场活跃了2年时间了。他们会和一些自愿帮助乌克兰的普通法国志愿兵一起，为乌克兰士兵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些秘密派遣人员的身份非常隐秘，官方不会给他们具体的身份留下线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些秘密士兵颇有些无名战士的感觉。根据尼古拉斯所说，只要有法国武装部队的士兵愿意动身，前往乌克兰从事军事方面的工作，秘密士兵都会从特殊途径得到可观的经济报酬。这似乎并不是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消息，因为法国一直都是雇佣兵的集散地，法军自己就长期保有外籍兵团。那些刚刚在法国结束服役期的外籍雇佣兵，在碰上俄乌战争这样的大型战争后，可以无缝衔接，直接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这对乌克兰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这些雇佣兵已经接受过成熟的军事训练，能够为乌军的前线作战发挥稳定作用。雇佣兵和志愿兵的加入也能扩充乌军武装力量的兵源，减轻乌克兰军队在面对大规模交战时缺少人手的问题。或许是俄军非常反感这些军事经验丰富的雇佣兵，俄罗斯媒体也经常大肆渲染乌军内部的雇佣兵存在。例如2024年3月20号，俄新社就曾做出专题报道，声称乌克兰自从2022年年初以来就已经接收了 1.3 万名雇佣兵。俄罗斯国防部甚至还列出了精确的数据，称俄军已经消灭了将近6000名乌军雇佣兵，并且在这些雇佣兵当中，波兰人和格鲁吉亚人占了相当一部分。美国方面来到乌克兰的雇佣兵也在1000人以上。不过在大兵看来，如果前往乌克兰方面的秘密军事人员是由法国送过去的，那么这些秘密士兵的职责范围很可能会超过一般意义上的雇佣兵。这些法国秘密士兵不太可能只负责单兵作战，他们加入乌克兰军队后，大概率会兼具军事顾问的身份，为乌军的战术战法乃至武器装备的操作发挥难以替代的指导作用。虽然之前也有消息指出，北约方面有向乌克兰派出一些后勤人员，帮助乌克兰完成一些装备维护工作，但他们并不直接指导乌克兰军队的实际作战。与这些后勤人员或者退休专家相比，直接从法国军事体系中走出来的秘密士兵，能够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更多帮助实战的想法，并且外界也没有办法怀疑法国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决心。早在2月2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曾明确表示，西方国家不该排除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到了3月15号后，马克龙还对《巴黎人报》再次重申，法国有可能会在某时某刻在乌克兰发动地面行动对抗俄军。而且马克龙对于支持乌克兰的表态，后来呢还一直在升级。在24年4月25号，马克龙还发表了关于欧洲安全的长篇演讲。他宣称，欧洲的生死存亡就在于欧洲人今日的选择。欧洲安全的必要条件就是俄罗斯不能打赢俄乌战争。大兵也相信，如果俄军即将发动夏季攻势，让乌克兰守军无法招架，法国到时候做出的反应也绝不会局限于秘密士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俄乌战场方面的动态。俄军近日来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的确是越来越强。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从4月26号深夜到27号凌晨，俄罗斯又对乌克兰西部发动了新一轮导弹袭击，乌克兰全境都拉响了防空警报。俄军当晚朝乌克兰发射了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多枚导弹。乌克兰的文尼察州和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都遭到了俄军导弹打击。不仅如此，俄军部署在摩尔曼斯克州奥列尼亚空军基地的图95战略轰炸机近日来呢也是动作频频。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指出，这些时常接近乌克兰国境的图95起飞时都携带了巡航导弹，他们的预定作战任务呢，很可能是袭击乌克兰境内的能源设施。大兵认为这样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俄罗斯现在对乌作战方针，除了在前线一步步蚕食乌克兰领土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跟乌克兰去打消耗战。俄罗斯会不断打击乌克兰的民用设施，给乌克兰的正常社会运行制造障碍。俄军近期的这一系列动作，也是为了在发动夏季攻势之前，让乌克兰的国家运行陷入疲惫状态。和紧张的俄乌局势一样，以色列也正在酝酿针对巴勒斯坦的下一步行动。根据防务新闻4月26号消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当天明确告知以色列，美国不支持以色列准备进攻加沙南部的做法。以色列国防军如果进入拉法作战，会让当地局势进一步恶化。沙利文明确告诉防务新闻，美国不认为以色列入侵拉法地区是解决当前危机的最好办法。不仅如此，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还会在5月8号向国会提交一份人权报告，报告会评估以色列目前的人权状况，这份评估结果会直接影响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计划。沙利文指出，美国将会对人道主义援助、平民保护和军事行动的问题进行最新评估。美国针对加沙问题的对策取决于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不过，这次人权评估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所有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例如防空系统和其他防御装备。美国国会最近一揽子计划中的以色列军事援助包括了40亿美元的防空系统补充、44亿美元的空对地导弹和炮弹，以及35亿美元的军事融资。其实大兵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一系列动作也是各方人士政治意见存在差异的表现。美国民主党的一些政客，甚至民间的许多人士都担心以色列军队在进入加沙南部后会制造更多的人权危机。但与此同时，美国也需要以色列这样的一个中东盟友来实施今后的全球战略。美国的人权评估会如何影响以色列对加沙的下一步行动，还有待后续观察。其实，担心以色列对加沙南部动武的还不只有美国。根据《华尔街日报》4月27号报道，埃及总统已经派遣情报部门负责人前往以色列交涉，希望能够重启加沙停火谈判。埃及方面甚至将此次接触称为拉法地区笼罩战火之前的最后一次希望。在这次接触过程中呢，有埃及官员对美联社表示，以色列其实愿意考虑有限休战，并且用33名人质交换一批巴勒斯坦扣押的人员。有关方面正在制定一项妥善方案，希望能够在加沙地区达成持续大概6周的临时休战局面。埃及方面还提到，如果以色列对拉法地区展开进攻，就会违反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数十年的和平协议。不过大兵还是认为，埃及这次和以色列方面的接触，想要在加沙达成实质性停火是很难的。以色列方面绝不会轻易放弃针对加沙的高压态势。下面再来看补充消息。根据防务新闻4月27号报道，美国军事委员会将在6月份起草年度国防政策法案，以共和党人德布·费舍尔为首的一部分参议院议员正努力将他们提出的核武器现代化法案纳入到新的国防政策中。德布·费舍尔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在他提出的恢复美国威慑法案中，五角大楼被要求设立一个新职位，用来负责监督美国核威慑力量的运行情况。费舍尔的观点是，美国除了现有的400枚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外，还应该额外部署50枚哨兵洲际弹道导弹，用来加强美国对俄罗斯等主要对手国家的核威慑能力。不仅如此，美国应该更新现有的核武攻击战术预警机制，增强对敌方核威慑攻击能力的评估，包括使用一些并不常见的军用传感设备。为了保证这些计划顺利进行，美国还应该对核工业基地增加拨款，并将追加资金的必要性写入国防生产法。大兵认为，美国参议员对本土核武器部署情况的关注，主要是有2方面的原因。首先呢，是俄乌战事和巴以冲突让美国越来越担心核战争爆发的危险，而且美国的核威慑体系确实也到了应该现代化更新的时候了。
事实上，就在4月26号，美空军还围绕美军的核战争能力，与内华达山脉电子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130亿美元的新合同。合同旨在研发并生产新的生存性机载作战中心，用来替换已经略显老旧的 E-4B 守夜人末日飞机。所谓的末日飞机就是在美国进入核战争等紧急状态时，给总统充当空中指挥中心的飞机。一旦爆发核战争，美国的所有地面作战指挥中心都会变得不再安全。美军之前开发出了 E-4B 这样的末日飞机，就是为了让美国高层领导层在末日降临时还有一处飞翔在空中的安全堡垒。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美军现有的4架 E-4末日飞机都是由波音747-200客机改装而来的，它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陆续服役了，剩余的使用寿命已经不多了。正因如此，美空军希望内华达山脉公司能够在2036年之前推出新的空中作战中心。大兵看完这条新闻的感觉就是美军的忧患意识的确很强。美国就算具备很强的对外核打击能力，就算本国的防空体系也很完善，还是做好了本土变成一片火海的准备。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美国对于俄罗斯核武器威胁的高度警戒。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世界发生核大战的概率还是比常规军事冲突小得多的。正因如此，法国和德国最近把注意力放在了常规陆战装备上。4月26号，法德两国国防部长在巴黎举行会晤，两国正式签署了开发未来主战坦克的协议。德国国防军官员强调，计划中的未来坦克会具备系统性的模块化特征，在现代战争中，坦克很容易受到无人机袭击。当前流行的120毫米主炮，面对各型坦克越来越厚的装甲，威力也开始变得不够用了。德国有意在未来坦克上使用口径更大的主炮，并且让火炮使用体积更大的、速度更快的炮弹。130毫米和140毫米口径的火炮都是不错的选择。根据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声明，未来坦克大概率会使用柴电混合推进系统，以此降低坦克运行时释放的噪音。大兵认为，法德两国关于未来的坦克的定义其实并没有太多新鲜的地方。更大的火炮、更安静的动力系统和相同底盘不同配备的模块化生产方式，也是美俄等国研制下一代坦克的思路。俄军的 T-14阿玛塔坦克也计划在未来装备152毫米滑膛炮。法德两国未来坦克的战力能否战胜俄罗斯，还需要慢慢观察。对于本期的军情消息，不知道各位都有什么看法？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